当外国人教你如何健身，怎么样才能坚持每天运动锻炼身体？健身最好的动作有哪一些？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开始锻炼身体了，开始运动了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事儿。但是很多没有经验的人经常问我，Marky， 我怎么开始做哪一些锻炼，做哪一些动作才是最有效的、最好的呢？作为一个运动锻炼身体已经很多年的一个人，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个事儿，希望对你们会有帮助。接下来我还要告诉你们我是怎么做到的，为什么才能每天坚持去运动锻炼。但是首先呢，我要问你们，你们觉得每天去运动去锻炼坚持下来很难吗？为什么你们会觉得很难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。如果你还不认识我，那欢迎来看一下今天这一期视频。我的名字叫 Marky， 你呢？我就在四川成都。接下来几天，我想跟你们做几期关于健身和运动常识的视频，希望对你们对大家会有好处，会有帮助。如果你们准备好了，那咱们直接走吧。准备出门，出发！在路上了，我的朋友们，这个也是开始健身最难的一个、最首先的一个点。你如果找一个健身房，如果它离你家太远了，不太方便了，那多半你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不去了。我真的认识太多人了，他们说，特别是夏天很热的时候和冬天很冷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今天就不去了，今天就休息一下，因为太冷喽，太热喽。所以说，你们这个找的锻炼的地方必须要方便。现在已经到达目的地了，到健身房了。然后今天马铁准备做一个全身的训练，给你们看一下几个非常不错的动作。然后开始锻炼之前，最重要的就是要稍微热身一下，因为马铁是骑自行车过来的，也可以算是已经热身了，所以就直接开始。今天我们就从身体的下侧开始，第一个部位就是腿，腿就是大部分的人最不喜欢练的一个地方，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。哎，呀，又碰到你了！你好啊，今天还带了一个专业的人，到哪里都是碰到你。是的呢，是的，到处都是马铁。今天你帮我们解释一下哈。解释健身吗？健身最有效的动作 ，OK。第一个，然后最困难的，这个叫 squats 啊，深蹲啊哈，走吧，杠铃深蹲，来吧，马克先做，你先做。哇，杠铃深蹲，做的很标准啊，虽然比我差一点，可以看到，可以练到他的这个大腿和臀部。大腿后侧也能练到一些，这个动作很经典的。他用的重量是15公斤一边，这一共是30公斤，累吗？很好，腿部感觉怎么样？爆的。刚才这个 squats 这个深蹲的动作是练腿最好的一个，效果最好的一个动作，因为确实是，因为为什么？就是因为它会练到整个腿都要用，而且非常辛苦。但是效果也非常不错。那么腿练完了之后，下一个部位就是肚子。很多人都很喜欢练腹肌，因为女生喜欢嘛。所以现在给你们看一个效果还不错的动作。哇，是个很标准的仰卧起坐。这个英文叫什么？你也不知道。中文叫仰卧起坐。啊。这个手这样放好一点，还是说这样放？
你手往前放的话稍微简单一些，如果你手放在头上的话，会对增加一些难度，都起不来了，那你的腹肌得多加锻炼了。啊，这个很好的，可以锻炼到腹肌、腹直肌，可以练到6块腹肌。8块。啊，6块还是8块，它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他是6块，有的人是8块。那么腹肌完了，下一个是啥呀？下一个肯定是胸，这个是你的专业。来了，这个是胸推是吧？这个对胸的这个要求很高，也是效果最好的一个动作，很专注。这个胸的感觉咋样啊？可以，冲上了。那下一个就是肩膀啊，肩部的训练，肩膀，这个位置，肩膀，这个练起来呢，穿衣服会显得更好看一些，能够把衣服撑起来。哇，你这个肌肉确实有很大的进步啊！肩膀练完了，那下一个就是手臂。手臂分2种，一个是2头，一个是3头。2头，我们的健身大哥来给我们表现一下。哦，开始了。这个是练2头最好的一个，最简单，效果最好的一个动作，也非常简单，不需要有什么经验，大家都可以练。一点都不简单。啊，加油哈！肱3头肌，刚才是肱2头肌。这里是肱3头肌对吧？对，后面这里。马克的手臂很漂亮啊。15个。做不了，我们可以这个打个赌。他说我做不了，马克说我做不了引体向上，我现在马上做，我可以做了。先做6个吧。6个，好的。No, not here. 那哪里 ？Here. 这里有一点小。1, 2, 3, 4, 5, 6啊。Easy 啊！好，这个可能是练背，也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部位最有效的一个东西。它会练到，哎呀，不知道怎么看，就是后面这个很大的一个部分，然后还有旁边这点的一个背，所有的地方都会练到。哦，做了12个，还不错。你还可以做。今天全身都练了一下，现在再稍微锻炼一下，然后待会儿再跟你们说。现在练完了，感觉咋样啊？今天感觉很舒服，但是天气哎呀，天气跟天气也没关系啊。今天还不错。那你们觉得哪一个动作是最好的呢？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们说一下。然后咱们再来说一下，可能你们觉得最困难、最难的一个部分的地方，就是怎么开始，怎么坚持每天运动锻炼。我个人觉得哈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，但是我觉得开始的时候可能稍微困难一些，就是你没有习惯的时候，你要让自己去，你不想去，但是你觉得哎呀，这事情是好，应该去一下，是不是？开始的时候是一个这样的。开始的时候确实很难的。难在一个是你需要排时间，因为现在这个大家都很忙，你去一趟健身房，你去锻炼一下，怎么也得2个小时到3个小时。第一个是你难在要抽出时间，第二个是你的身体一开始会很难适应。我第一次去健身房的时候，我记得我跑步，我跑了10分钟我都没跑到，我都累死，我都觉得我有点想要吐了，要去医院了。对。但是我第2天，但是我当时跑完之后，我休息了一下之后，休息了大概10分钟，然后我又接着跑了一会儿。但是跑完之后，我觉得整个人非常轻松。然后后面每次我就是不想去的时候，我都会记住那个感觉，因为你运动完之后，你整个人非常轻盈，对，就很爽，就是有一种就是这个身体升华了的感觉。
所以说，我觉得开始的时候也得让自己去一下，然后后面你感受到了，哎呀，真的感觉很好，身体也有进步了，你就会自然想去，然后你越去，你就会觉得越轻松。但是最关键的是，你习惯了之后，你把这个事情培养成一个习惯了之后，你就会觉得真的很轻松，你就会想每天去锻炼一下，是不是？也不是每天，可能我还是想基本上大概23天，然后休息1天就很好的一天。当你有几天没去，你就会感觉哎呀，该去了，很不舒服，是不是身体变差了？是不是肌肉掉了？对，是这样。我昨天还跟我朋友说，我说如果我到50岁或者60岁，然后我还能一口气做30到40个俯卧撑，然后还能刚才拉引体向上拉5个，我就觉得很厉害，就是身体就保持得很好，很可以。这个又看到了是吗？老乡，哦，来了，安徽老乡，我要一个这个烤玉米，多少钱？玉米6块，6块钱。我想6块，咱卖8块一个。哦，老乡6块，别人卖8块，听见没有？啊，我半个老乡6块钱，老乡价格这么好。老乡哦，老乡到家喽，我的朋友们，今天练得非常不错，然后我给你们总结一下，开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有力量，让自己去坚持这个事情，一定也要找一个方便的地方，然后一定也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运动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都适合去健身，有一些人比较喜欢游泳、跑步、练瑜伽、踢足球、打篮球都可以，只要是运动类的，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。习惯了之后，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轻松。你们可以自己规划，自己去研究一下这些健身上面的事情，有哪一些动作，需要怎么练，需要练多久，这些每个人基本上都不一样。而且最开始的时候去找一个教练，肯定是一个好事儿。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，就比如说我 Marky， 我知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当成了一个课，一个应该去的，而且还要付费的一个事情，我就对它没有兴趣了，我可能就不想去了，所以我就非常喜欢自己去研究、去了解这些事情。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基本的、比较有效的动作，你们刚刚也看到过，你们可以在评论里面跟我说一下，你们觉得这些动作怎么样？或者说有没有需要给你们看更多的动作，或者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都可以跟我说一下。今天的健身知识分享就到这儿，在下一期视频，我想教你们，如果你们没有办法或者不想去健身房里面锻炼，你们在家里面可以做什么？可以做哪一些动作？可以稍微锻炼一下身体，可以健身一下。如果你们觉得今天的视频拍的还可以 ，Marky 这个知识的分享对你们有用、有意思的话，那我非常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个赞，关注一下 Marky， 当然我也会很开心。然后我的朋友们，咱们就在下一期视频见。